布林肯开始新的造势，美国想在台海挑起战争，还是避免战争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生。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，俄罗斯军队的表现拉垮，让美国看到了通过代理人战争削弱对手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还发现北约是可以被激活的，西方国家是可以被捆绑的。为此，美国人积极利用其霸权被强化的机会，开始把台湾问题乌克兰化。最近，布林肯提出了台湾问题不属于中国内政论，也就是以所谓的台海军事危机会影响国际经济繁荣为由，让所有西方国家都反对中国武统台湾。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2天内推出11个反华议案，表面上要阻止中国大陆在台海动武，实际上是在严重的挑衅中国。接下来的几件事也很严重，一是蔡英文要以过境为借口窜访美国，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；二是台湾地区军事部门证实，美台正在沟通要在台湾岛建立美军弹药库；三是美国在台的军方人士数量增加了4倍，美台军事交流扩大到营级规模。那么美国当前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妨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分析。首先，利用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，将台湾问题国际化。美国人一贯是毫无廉耻的玩双标，面对乌克兰危机时提出的道德和法理依据，在面对台湾问题时就完全抛弃了。不谈台湾属于中国内政的国际共识，只谈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危害，进而为西方国家集体下场干预台海问题塑造正当理由。第二，尽快将台湾岛打造成一只刺猬，利用台军打消耗战。美国根据乌克兰的城市战经验，试图让台军建立起巷战能力，让中国在统一过程中承受惨重代价。第三，利用意识形态淡化领土主权完整，拉拢西方国家一起在台湾问题上对抗中国。别看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高调宣传领土主权完整，等到台海危机爆发时，他们一定会只强调所谓的民主自由和国际经济繁荣，为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正当理由。第四，用美国的国内法替代国际法，为中国摊牌做准备。这也是美国众议院推动10多项对台法案的原因。美国在为台海发生冲突之后，通过制裁和收割中国财富做准备。但我们也要看到，让美国没有底气在台海地区诱发战争的因素也很多。首先，拉着北约国家或其他欧洲盟友下场干涉台海事务，配合美国制裁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太大，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的能力和意愿。第二，美国无法判断中国大陆将会采取何种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，比如以武逼统，对台独目标定点清除，甚至只对域外势力进行围点打援等等。美国搞不好就会加速自己霸权的衰落。第三，他们无法判断台湾民众的民意走向。拜登说出的毁台论已经引发了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。那么，美国是在挑起一场战争，还是在避免台海发生战争呢？其实两者都有。美国既在准备台海战争，又在避免台海战争，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让台湾地区成为牵制中国崛起的变量，并想利用台海发生战事来打乱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，让台湾问题国际化，增加中国统一的舆论压力。可见，美国一边在积极准备应对台海冲突，一边又想尽量避免在美军准备不足时发生冲突。这就是中国大陆面对的实际情况。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人又是通过法案威慑中国不要动武，又是加紧推进台湾岛的豪猪化，想通过城市巷战的方式让两岸的统一付出重大代价。在美国评估台军还没有准备好之前，威慑中国大陆不打仗才是其主要目标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也试图通过打舆论战、法律战的方式，弱化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的认知，为联合其盟友干涉台海事务，特别是对中国发动经济制裁创造条件。但是不管美国人怎么搞，他们唯一无法掌握的是解放军的实力以及何时展开军事行动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，
我们就要给美国人立规矩。解放军的反击手段除了锁台以外，还有很多方式，比如可以用导弹摧毁台军监视大陆的预警雷达，对台军威胁大陆目标的远程武器进行定点清除，打掉美军在台军事设施等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实施围困，也可以先打击代表美台勾结的目标，再打击与台独相关的目标。中国大陆掌握着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，就完全可以选择风险最小、损失最低的动武方式。在台湾问题上，用美国意想不到的动武方式摊牌，是当前我们必须考虑的选项，以便通过强大的军事压力，最终达成让美军不敢动手的目的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